海童一家子都过去吧。宁云初又问，他们一家子等会儿就过来。老八只要是怕他的心上人无聊，说有孩子在场热闹点，也能化解他的拘谨。战一晨笑道，老八还真是体贴。老八是很体贴的，那小子除了有点慢慢吞吞的，讨女孩子欢心倒是比你们会做。战一晨说道，奶奶，我那时候也不差吧。他还问一下老婆大人，老婆，我追你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很体贴，很会讨你欢心？宁云初打他的脸，才没有，我那会儿还看不见，你就指名道姓非要我给你送花，天知道我来回一趟多难呀，你那不是体贴，是为难我。我没有接纳你的感情，你还非礼我呢，你这是体贴吗？老太太在电话里放肆的笑，老二不是奶奶说的你哈，是你老婆说的，那也是实话，哈哈。战一晨无奈的道，奶奶，你能不能别笑的那般放肆，我脸都红了。奶奶，我们等会儿就过去，先这样哈。被老婆打脸了，战一晨赶紧挂断电话，不想听奶奶那放肆的笑声。放下了手机，战一晨问着哀妻，老婆，你那时候是不是特别讨厌我，认为我在刁难你？宁云初说道，那时候只觉得你要求真多，多少都觉得你是针对我，想看我笑话。你明知道我看不见，从我花店到你公司有一段路，我不行给你送花，一来一回很费劲的，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你，我又是开门做生意的，客人提了什么样的要求，我能做到的都要满足客户，便硬着头皮给你送花过去。战一晨拥她入怀，歉意的道，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用错了方式，我那会儿是想着你看不见，但你有时候要来找我的，就锻炼一下你，让你适应从你店到我公司的路线。我在知道你是我要娶的人后，已经做好一辈子当你的眼睛了，生活上有些困难总要你亲自去克服的。宁云初说道，都过去了那么多年，我早就不气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能重见光明。我非礼你，那是情难自禁，不过还是我错了，后来我也向你道歉了。后面他对他也是很尊重，婚前他不愿意的话，他连亲吻都不敢了，怕他生气。宁云初一把搂过他，就在他的唇上咬了一下，然后在他反应之前松开他，迅速的翻身下床，免得被他抓住，又是一阵缠缠紧紧的吻，那样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床呢。战一晨反应过来，还真的想抓住老婆，可惜动作慢了一步，被宁云初跑开了。他有点懊恼地道，老婆，你学坏了。宁云初笑道，这是还给你的，你当初不经我同意就亲我，我现在也不经你同意就亲你，所以咱们扯平了，不要再翻旧账了。她走进了衣帽间，挑了一身衣服拿出来问丈夫，老公，我穿这套衣服好看吗？战一晨已经下床，跟着走过来，看到他拿的衣服，他说道，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不过我更想看到你穿长裙子，很好看。老婆，趁现在天气不冷，你穿裙子给我看看吗？战一晨走过去哄着他，要陪孩子们玩闹，穿裙子没那么方便，就穿这身了。宁云初不想换，他说道，就算天气冷，我也能穿裙子，穿冬天的裙子也是一样的。你也快去换衣服，去儿子的房间看看，默默起来了没有？战一晨也没有一再的要求老婆穿裙子给他看，他就是那样建议而已。想到周末都要带娃陪孩子玩闹，穿裙子的确没有那么方便。他说道，不用上学，他是天不亮就起来，要上学的时候就是怎么叫他都不肯起来，很快就天气冷了，到时候被窝里最暖。上学时默默更喜欢赖床，小孩子都这样。战一晨有点酸酸地道，老婆，我觉得你更偏爱儿子，对我没那么爱了。宁云初直接就赏他一记白眼，多大的了人，还跟儿子争宠，那是你的儿子，你的种好意思和你儿子争宠？
是，你靠边站了，战墨在我心里排第一。那不正常吗？当妈的，大多数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。战逸晨酸溜溜的道：看，你说实话了，你把战墨放在第一位了，他抢了我的位置，还不许我说两句了。跟儿子争宠是争宠，战逸晨还是去换了衣服，然后去了儿子的儿童房，发现儿子早就起来了，正坐在积木桌子前拼着积木。是了，昨晚给小家伙拿了2袋新的积木，小家伙拼了1个晚上还没有拼完。他拿的是那种零件很小个的乐高积木，战墨才3岁，拼乐高积木对他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。不过小家伙喜欢拼，拿2袋积木给他玩，他能玩上一整天。看到爸爸进来，乐了，抬头看着爸爸。等爸爸进前了，他说道：爸爸，我的积木还没有拼出来。战逸晨近前一看，小家伙将积木的说明书铺在桌子上，积木被他按类分了堆，也拼好了大半。你已经拼好了大半，很棒了。战逸晨在儿子的身边坐下，看了看儿子的成果后，夸赞地道：咱们乐乐真厉害。你几点起来的？战墨说道：我醒来就起了，不知道几点。爸爸，现在几点了？不早了哦，已经9点过，你不觉得饿吗？我自己冲了奶粉喝了，还不觉得饿。拼积木拼得投入的战墨小朋友还真不觉得饿，可能也是喝了200毫升的奶粉吧。他是3岁过了，不过他喜欢喝奶粉，父母便没有断他的奶粉，让他继续喝。很多时候都是妈妈给他冲奶粉，爸爸就喜欢让他凡事自己动手，说他们战家的孩子要学会自理能力，要什么都会才行。战墨便自己给自己冲奶粉喝了。那是饿不着你，先别拼了，或者打包好拿去和你大哥一起拼。战墨顿时开心地问：爸爸，我们今天去大伯家里吗？我都想贝贝了，咱们好久没有去大伯家里。他要上幼儿园，父母工作忙，放学后管家接他回来，然后自己在家里玩，没有小朋友陪伴。周末的时候，父母一般会带他出去玩，所以都没有去大伯家里。也没有多久吧，爸爸记得上次还和你哥哥妹妹一起玩了。是好久了。战逸晨笑：好，是好久了，赶紧的吧，收拾好，你太奶奶打电话过来，叫爸妈带你去你八叔家里玩2天。你收拾一下，带上2套衣服，你八叔家里没有你的衣服。是去八叔家里吗？不是说找大哥玩吗？乐乐不解地问。去八叔家里的话，他就去玩半天便回来，不用住，反正离叔叔伯伯家里都不远。你太奶奶在八叔家里，然后你大伯今天也会带你大哥和妹妹去八叔家里玩。既然去了，干脆就在你八叔家里住2天，让你八叔好好陪你们玩2天，你们也能陪一陪你太奶奶。乐乐哦了一声，大哥和妹妹都去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去收拾衣服。爸爸，你能帮我把积木收起来吗？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不想带也是可以的，你大哥最多玩具了，未必看得上你的积木，就是怕在你八叔家里你们会无聊，才叫你带上未拼好的积木和你哥哥一起玩。老八未婚，家里就算会备上一些玩具，也不会多，不过是给侄儿女们准备的玩具。孩子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去大哥那里。对于单身未婚的叔叔们，小家伙们竟然一致的不太想去，嫌不好玩，没有伴玩。乐乐不说话了，自己去拿出他的小背包，收拾了2套衣服，然后过来自己收拾积木。战逸晨就真的看着儿子自己收拾，他一点都不帮忙。爸爸，我妈妈呢？乐乐很快收拾好了积木，问起妈妈。再换衣服了，你收拾好后，先下楼吃点东西，你吃东西慢，先吃。我们等会儿下楼再吃，也能追上你的速度。乐乐又了一声，他背着小背包，然后又拎着一个袋子，袋子装的就是他想带去和哥哥妹妹们一起玩的玩具了。
父子俩一起出门的。战义臣带着儿子走到楼梯口，就让儿子自己下楼，他则回房里洗刷。倪云初已经准备好，看到他进来，问他儿子呢？下楼了，起了个大早，在房里拼积木。昨晚给他那2盒积木，他还没有拼出来。倪云初说你给他乐高积木，他那能这么快拼出来？以为你儿子很大个了吗？他再聪明懂事，也就是3、4岁的孩子。大名战墨，小名乐乐的小家伙，是过了3周岁生日，现在是3岁多一点的年纪，还没有到4岁。在宁云初的眼里，儿子还是个小不点。偏偏老公总喜欢让儿子自己照顾自己，说他们战家的孩子都是这样，从小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说他4岁都开始学拳脚功夫了，乐乐现在还没有开始。倪云初想等儿子5岁大了再去学拳脚功夫。咱们儿子聪明着呢，字还不认得几个，但那些图文并茂的说明书他能看明白，照着说明书拼着，居然也拼好了大半。我叫他收拾好带去老爸家里接着拼，有他大哥帮忙，他今天能拼完那2袋积木。倪云初说道，说不定宝宝也会带上一大堆玩具去老爸家里呢。小家伙们都知道，只要去那几个还没有婶婶的叔叔家里，就要带上玩具，因为那几个叔叔家里没有多少玩的，就算会提前给他们备一点玩的，也不会太多。怕无聊，他们都是自带玩具上门。那不正好，他们兄弟一起玩，不用像块牛皮糖似的黏着你。周末你应该好好陪陪你家男人我。宁云初嗔着他，你还小吗？赶紧去洗脸了，把胡子也刮一刮，扎人了。我先去吃点东西。战义臣摸摸下巴，说道，几天不刮就扎人了。他还是拉住老婆，索要了一记香吻，才让老婆下楼去。他用最快的速度洗刷完，再刮了胡子，又觉得穿的衣服让他显得不够帅，重新又换了一套衣服，对着镜子照了好一会儿，才满意的下楼去。一家3口用过了早餐，出门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。乐乐最开心，不停地催着爸爸快点。上车了都还吐槽，每次出门，爸爸是最慢的，像蜗牛一样。战义臣笑道，爸爸是蜗牛的话，你就是小蜗牛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子。倪云初笑着，你爸爸是这样，出门去玩，他就磨磨蹭蹭的，他周末就想赖在家里睡大觉。爸爸是懒虫，对，爸爸这个懒虫生了你这个小懒虫。乐乐不说话了，他是爸爸的儿子，不管他说爸爸像什么，爸爸也会说是他，等于说了自己，他斗不过爸爸。吃亏呢，还是不说了。战义臣一家3口前往战月的家，那边的战月还在曾家诊所等着曾小雅。近期流感开始，很多人感染了流感，不管是医院还是诊所，都很多人前来看病。战义臣没有学过医理，看到曾家人那么忙，他都戴着口罩上手帮忙抓药了。他不太会看药单，总要问过2婶，他才能帮上忙。好一会儿，病人才少了点。2婶知道侄女今天要去战月家里陪老太太聊天，早就提前说好的事儿，不好改了。况且战月都过来，等了足足1个小时，总不能让战月白等吧。小雅，没那么忙了，你和战月出去玩吧。2婶对曾小雅说道。曾小雅看看还有几个病人就看完了，她问战月，着急吗？不急的话，我帮着二叔看完这几个人，让二叔也能喘口气。从早上6点半开门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病人，叔侄俩就忙到现在。小雅还好，她在大医院上班，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，她就担心自家二叔上了年纪，体力没那么好了。